你怎么了？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快戒掉，快戒掉！快戒掉，快戒掉！啊！哎呀！哎呦，还没戒掉吗，闺女？哎呦，你这哪买的膏药啊？疼死我了！还没戒掉吗？马上，你别动！我真傻，我怎么能用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？我真该死！好了啊！等会儿啊，怎么了？不对呀！怎么不对了？老爸的老药能治了！我的妈呀，不疼了，不疼了！你应该是因为灼烧感才导致不痛的吧？这种膏药一般含有辣椒碱、冬青油、水杨酸甲酯等刺激性的辅助药品。它们应该是用量过度了，在强烈的刺激之下，您才会得到短暂的缓解。不过一会儿可能会继续疼，要不还是接下来。哎，不能接！刚才那股火辣辣的感觉，确实有你说的那种成分的因素，但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膏药特别的调制配方，让那股辣意透到了我的腰椎里边去了。它改变了传统膏药见效慢、治标不治本的弊端。真有那么神奇吗？你爸我好歹是朔州医院的院长，我连针不疼和刺激缓解都分不清楚了吗？闺女儿，这膏药是谁制作的？你赶紧带我去拜访拜访。爸，一个路边摊，而且他都被街道管理给赶走了。路边摊，高人呐，一定是高人游历世间，在路边摆摊体验生活的。姨妈，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，一定要找到啊！走江湖闯江湖，哪城哪县我不熟。小弟今日来贵地，一不卖草药，二不卖大药，专门卖点高膏药。这上到99，下到小朋友，能治痛来，能退烧，能治颈椎，能治腰。男人贴我1丈高，晚上尿尿9丈高，女人贴我1丈高，起码准时来报道。俗话说得好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机会错过了可就不好找啊！哎，各位父老乡亲们，祖传的中草药膏10块钱3张，10块钱买不了实惠，10块钱买不了上当，哎，都快来选购吧！啊，对，这个10块钱，哎，这个5块钱一瓶，这个味道也特别好的，你要多少？来10块钱，10块钱。多来一会儿，多来一会儿。过来！不好意思，你别再来吧。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送你1瓶膏药吧。爸，你干嘛呢？我切膏药啊！等一下，这个膏药，我知道，这是你买回来的。我女儿有心了，知道老爸腰疼，还给带了膏药。哎呀，你终于算是懂事了一回了呀！要是说这是外面卖狗皮膏药的送礼，恐怕爸会很难过。也就1张膏药，应该贴不死人。爸，这个膏药的确是我专门买来给您用的，来，我来给您贴上。好，我女儿终于懂事了，老爸我有福报了，哥。小楚人，堂堂天一传人，本来想下山之后，这终于发扬光大，没想到终于没有发扬光大，我自己连生存都有问题。哎，又是没收入的一天。不好意思。你还是穿上，
哦，刚刚被城市管理层追了好几公里，可能这个妈妈有点重了。大哥，这里是合租房，你能不能注重一下个人卫生？还有，你在厨房熬煮什么中草药，能不能弄完再打扫干净啊？另外，厕所的马桶你可不可以对准一点啊？不好意思，下次我一定注意啊。这个月水电网气一共480，我帮你垫付了，一人240，麻烦扫给我。你稍等啊。没对呀。什么不对？哎，你看，这水费是96元，8块钱一吨，一共用了12吨。可我上个月就洗了7、8次澡，2、3次的衣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一天洗2回澡，2天洗3次衣服，你用的水比我多了。这水我最多用了2吨，我只认16块。你要不要重新组织语言，再说一遍？我没有说清楚吗？那行，那我再算一遍啊，一共是496是384的一半呢是190，加上16块，正好是208。哎，我扫给你。你算不算个男人？我是啊，但我用的水确实比你少啊。你要是这么算的话，网费我也不认。为什么呀？你也用了的呀。大哥，这一到晚上，网卡的就一动不动的。你敢说你不是在看小电影？这网速本来就慢，你看小电影也不能天天看呀，搞得我只能用流量，所以这网费我也不认。哎，你不承认是吧？那就把房顶拿上让快点。行了，这么大个人了，斤斤计较，一半就一半，240，我转给你。等等，怎么只有208，剩下32呢？我给你几贴我的膏药吧，很好用的。少来，快给钱！我给你号个脉，顶了吧。干什么？你的这个脉细涩又绵弱，面色萎黄。你刚才骂我的时候，舌苔发白，脾气又大，你这是气虚血瘀之兆。这个月是不是大姨妈推迟了？还真让他猜中了。小样，我说对了吧？我可是朔州医院上班的护士，那里名医遍地，还用得着你号？而且本姑娘姨妈准得很，你号错了。号错了，我从来没有失手过呀。对了，刚才你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对你的气血呢有缓冲的作用，大姨妈估计在2个时辰就会来。不过你身子这么虚，定伴有宫寒之症，今晚估计疼得厉害。你咒我啊！我没咒你，你呀，趁着药房还没有关门，去买一点熟地、当归、川芎和白芍，4药合用，配点红糖，熬煮成汤，随时备用。我会信你？这是真的，这叫四物汤，乃是阴柔心肝相伍，补中育心，补血不滞血，行血不伤血，共有补血调血之功。反正你听我的，今晚肯定不会疼。我信你，除非我脑子有病。啊，你呀，赶紧把欠我那32赶紧还上。对了，别让房东阿姨抓到你，因为你那半房租我可没给你垫付。呀，糟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借我800？月底我还你900算利息啊。做梦！哎，有事好商量嘛，950也行啊。人这么漂亮，凭什么的？活该真是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快戒掉，快戒掉！快戒掉，快戒掉！啊！哎呀！哎呦，还没戒掉吗，闺女？哎呦，你这哪买的膏药啊？疼死我了！还没戒掉吗？马上，你别动！我真傻，我怎么能用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？我真该死！好了啊！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不对呀！怎么不对了？老爸的老药能治了！我的妈呀，不疼了，不疼了！你应该是因为灼烧感才导致不痛的吧？这种膏药一般含有辣椒碱、冬青油、水杨酸甲酯等刺激性的辅助药品。它们应该是用量过度了，在强烈的刺激之下，您才会得到短暂的缓解。不过一会儿可能会继续疼，要不还是接下来。哎，不能接！
刚才那股火辣辣的感觉，确实有你说的那种成分的因素，但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膏药特别的调制配方，让那股辣意透到了我的腰椎里边去了。它改变了传统膏药见效慢、治标不治本的弊端。真有那么神奇吗？你爸我好歹是朔州医院的院长，我连针不疼和刺激缓解都分不清楚了吗？闺女，这膏药是谁制作的？你赶紧带我去拜访拜访。爸，一个路边摊，而且他都被街道管理给赶走了。路边摊，高人呐，一定是高人游历世间，在路边摆摊体验生活的。姨妈，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，一定要找到啊！真来了！不是，怎么吃了止痛药都不管用啊？就被那个乌鸦嘴给说中了，疼！我要打120，不行，姨妈同进医院会被嘲笑死的。老天爷，快找个人来救救我吧！谁啊？我楚南。你这么晚不睡觉，敲我门干什么？你信不信我报警？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是在隔壁听你同一直嗷嗷叫，一定被我说中了吧？行，你说中了行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还不快滚！好了，别误会，快把门打开，我有办法帮你缓解。你有这么好心，你不会是要图谋不轨吧？大姐，你都来大姨妈了，我也没这么变态吧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你别碰我！行，不碰你，那你去沙发上稍微坐会儿。哼，哎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。来，喝了吧。这是……我知道你肯定不听我的，所以啊，我就自作主张买了些药，给你熬了这个四物汤。你不是没钱了吗？怎么抓的药？我之前在过道存了一些纸板，卖了几块钱，刚好。算你有点良心，那32块钱就给你免了吧。嗨，没事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居然真的有用！来吧，来，你这是……你喝了四物汤肯定会缓解一些，我再用艾草和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材给你熬了洗脚水，烫一烫，今天晚上你肯定不会再疼了。来，还行吗？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啊，大家是室友，都同在他乡，互相照应一下嘛。啊，他不会是想追我吧？你说实话，真就是互相照应一下。你说不说？非说不可吗？那可能会显冒昧。毕叔叔，那我说了，说吧。你能不能借我800块钱？我真的没有钱交房租了。
年轻人不要只想着坑蒙拐骗，要脚踏实地找个事儿做。我们朔州医院中医科招实习生，你可以去试试。下山前豪言壮志，说这辈子打工是不可能，没想到还是逃脱不了打工的命运。唉。那个卖膏药的先生没找到吗？我一早就去了，可他今天没出摊儿啊。一定要找到啊！等下面试完了，你再去看看。行。对了，爸，面个实习中医而已，你干嘛非要拉着我一起？我这么大家医院，以后还不得靠你来继承衣钵呢？这个面试啊，招人可是当管理层的必修课，你呀得多看看，多学学。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小雷，院长，通知应聘者依次进来面试吧。好了，院长。小伙子，今年房价大跌，这卖房子不好卖了吧？啊，我不是卖房子的，我是来面试中医的。面试中医？我说年轻人呐，中医靠的是资历。我看你就20出头吧，也敢来这地方？怎么不能来啊？来是来的，但朔州医院是南部最厉害的3家医院之一啊，要求极严。你是得有点自知之明，不是吗？自知之明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我们这里哪个不是中医这行当混迹多年啊？履历短的也有20年，长则30-40年。你说你一个没学几年的大小伙子，跑过来凑热闹，你有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谁老谁的医术就更高？不然呢？我看你们是倚老卖。我什么我呀？你们一把年纪了也没见你们多牛逼啊！怎么不混个医疗泰斗的名号啊？不还是跟我一样爱面试找工作吗？都是打工仔，装什么大摇了？你个小辈，你少说话了啊！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怎么了？准备面试了啊！喊到名字一个个进。处男，雷强，哎呀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呀！自从大二那年你跟你爷爷上山学艺之后，就再也没见过了，一晃5-6年了吧？他居然真来了，看来还是有救的。啊，是5-6年了。哎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穿的这么正式，人模狗样的，卖保险呀？我不是卖保险，也不是卖房，我是来面试的。面试？哎呦，我还以为你转行了。遥想当初你在医学院，那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呀！我们这些同学都被你的光芒压得抬不起头呢。原来他当初还是高材生啊，怪不得号脉号那么准。都是往事，不必再提。是呀，都过去了，咱们也不能停留在过去，对吧？来，简历给我。我还以为你记恨我当年风头太近，看来是我狭隘了。来，其实呀，你也没狭隘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面试结束，你没面上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。都怪我，如果我不让他来面试，他肯定就不会遭受这份屈辱了。我得帮他。算了，他现在肯定觉得很丢人，还是晚上请他吃饭安慰一下他吧。我就说吧，这小子白日做梦还敢来这里面试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不愧是名院医生啊，这是铁面无私啊！
绝不会因为你们是同学就给你开后门的。当然，在我们医院，实力为尊。处男，不是我不给你机会，是你不配。还待这儿干嘛？耽误我们面试吗？哎，说你这娃怎么脸皮这么厚啊？赶紧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还不走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是要我动手请你走吗？大学那会儿拽着跟258万似的，现在知道低头呀？晚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快住手！这里是医院！保安，保安，这里有人医闹！我可以走，但请把我的简历还给我。简历在地上，你没面试上，你自己捡啊！我再说一遍，捡起来。哎呀，这里有人医闹！什么情况？教官面试的这么久，而且外边这么吵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出去看看。等等，我也出去看看。我再说一遍，捡起来。哎呀，面试没过就没过，你撕我简历干你？你知道为了这个简历我付出了多少吗？在医院排队了1个多小时也就算了，还花了我2块钱，我兜里唯一的钢镚就这么被你给撕了！哎呀，我的手快断了！放手，放手！我捡还不行吗？谁在医闹？秦队长，是这小子医闹，他身上还有刀，要杀人啊！警戒！好小子，敢在朔州医院行凶，简直狗胆包天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处男，本来就是想羞辱你一番就放过你，没想到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，你完蛋了！住手！住手！院长，干什么呢？你们这里是医院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院长，苏医生，有人医闹，还伤了我。医闹？真的假的？谁在医闹？就是他。哎，是他，就是他。竟然是他！院长，苏医生，别怕，这种细胳膊细腿的，我分分钟把他拿下，让把他带走。哎，苏医生，你干嘛呀？小心他暴起伤人。你们，你爸，我董姐先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吧。爸，你先别说了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。你放开他！怎么回事啊？我是来面试的，他刁难我。你居然是来面试的？对啊，信口开河，我什么时候刁难你了？苏医生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大家都能给我作证的。对，我们可以作证。哎，对，我也是。院长，苏医生，就等你们发话了。发什么话呀？这儿没你的事了。可是这个医闹的还在这儿。这哪有什么医闹呀？他呀，他是我们中医科新来的医生。什么？恭喜你，面试成功了。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苏一曼。哦，我叫楚南。楚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你的名字还挺别致的。跟我走吧，去办一下入职手续。还杵在这儿干嘛呀？没事干吗？兄弟，各位老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们的招聘会就到此结束了。想找的人我们已经找到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啊，哎，完喽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楚老师，可以问一下楚老师您的薪资预期吗？我没什么要求，你们看着给就行。
那实习3个月，正式工资5000，实习工资70%，也就是3500，能接受吗？完全没问题啊。不过我有一个提议。什么提议？能不能预支我800？不能。啊，好吧。那好，明天入职，7点半上班，7点15就要到岗打卡，别迟到。好的，领导。那我先告辞了。闺女儿，这第一次让你面试个人，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招进来了？不是你想要他的吗？我什么时候想要他了？咱们中医科刚开辟出来，我本意是想找一位资格老、能镇得住科室的，你倒好，直接找了一位小年轻。这看着倒是帅，可闺女啊，这帅可不能当饭吃啊！爸，不是你一直让我找那个卖膏药的高人吗？现在我把他招进来了，你以后可以天天碰到他。什么？他！你说那个年轻人？对，就是他。那么年轻，没搞错吧？我当然没搞错了，他那天着急没有认出我，我倒是把他的样子记得清清楚楚。哎呀，如此高人呐！如此高人，你怎么给咱们院里最低的工资不说，还实习3个月？闺女啊，这样的角色咱们应该以礼相待才对呀！我起码也得给个名誉院长的头衔才对吧？他应该没有走远，我得去把他请回来。爸爸，你拦我干啥？你呀，刚才铁定是把高人给得罪了。爸，您真的觉得那个年轻人是高人吗？就凭那一贴膏药药方？对，就凭那一贴膏药，我可以说举世无双。可是，要是那个膏药不是他调配的呢？又或者说是他捡来的，或者是他无意间调配的？就算真的如您所说的，他真的是游历民间的高人，可是，在没有搞清楚对方的想法之前，你就将其奉之为座上宾，万一适得其反吧？所以你就……所以啊，我打算再试试，再看。行，那就交给你了。不过，如果他确实是位高人，那闺女啊，你得不惜一切代价将他给我摔死在咱们医院。不惜什么代价？你懂得哟。哎，您还真是我亲爹呀！真以为老娘抓不到你？房东阿姨，老板，这绿辣椒多少钱？这2块钱。够了。过去。好。也不知道楚南喜不喜欢这些。不对啊，你干嘛考虑楚南喜不喜欢？你给他做顿饭，他估计都高兴坏了，哪还敢挑三拣四？也不对啊，你干嘛为他考虑啊？陈佳琪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一碗红糖水，一盆洗脚水就把你给感动了。你以后可是要嫁给8块腹肌、高富帅的男人。算了。这顿饭就当做感谢和鼓励他，没有任何别的意思。
这个月的房租呢？楚南啊楚南，我是不是给你打过招呼了？你要是再逾期，就麻溜的给我滚蛋！今天我不想听任何理由。阿姨，听我说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月薪有3500，你再宽宏大量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还上。1个月？太久，我最多给你1个小时时间收拾东西，给老娘滚！你要是不滚，老娘今晚必阉了你！我说的。没必要吧，阿姨，不就800块钱吗？至于这么恨我吗？是800块钱的关系吗？你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？我做什么了？前天我在花园养了7年的花草，谁拔的？是不是你？你养的是中草药，我只是借用了一些，研制点了配方，这无心之事嘛。那你知不知道我男人的骨灰就埋在那下面啊？那你知不知道我男人的骨灰埋在那下面啊？这我真的不知道，不好意思，阿姨。还有我养的狗，是不是你偷去卖的？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我以为那是只流浪狗，就给它找了一个新的主人。那个新主人感激我，就给了我一笔小钱，这哪里算卖呀？而且这笔钱最后不是也给你了吗？那我的电瓶车呢？最近电瓶车自燃的习惯这么多，你停在楼道多不安全啊！所以你就给我蹲在那比回收站了。我只是拿去评估了一下，最后不也给你推过来了吗？算了，我不想跟你扯这么多。赶紧去给我收拾东西，给老子滚！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想不对的意思，懂吧？你真的不想努力了？是，我想明白了。不想努力了？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这么多菜，我一个人煮太累，干脆叫他也来帮忙吧。小陈回来了。秦姨，你怎么从楚南的房间里出来了？他人呢？哼，那小兔崽子呀，欠我房租还不上，被我给赶走了。我刚才呢，正收拾房间呢。你能不能借我800块钱？我真的没有钱交房租了。本来呀，你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的合租也不方便，回头呢，阿姨给你找个女舍友。要是找不到呀，阿姨也只收你1半房租。这样，谢谢阿姨。你这怎么看上去还不开心的样子？不会心里还惦记那混小子吧？怎么可能？那家伙又不注意卫生，又不务正业，跟这样的人合租没有安全感。就是说呢，这挺帅一小伙子咋那不靠谱？阿姨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了。真香，那我要开灯了。大哥，再忍忍，好到明天早上我们就有员工早餐了。到时候包子、馒头、花卷要多少有多少。哎，小朋友别着急，叔叔先给你变个魔术。
这个魔术叫做烤肠消失术，我只表演一次，看清楚了啊！没了。还我烤肠！居然追到硕硕来了，你们烦不烦？能在我们天下第一门派九玄门的追杀下活到现在，你也算得上一个奇迹。不好意思，我应该会长命百岁。废话少说，快点交出天一神金，等物归原主，我们可以给你个痛快。第一天吃食堂的饭菜，还合胃口吗？一会儿吃饱了跟我走一趟。今天第一天实习，需要了解一些基础会诊。楚南，不，他又怎么可能在这个医院当医生？一定是我看走眼。脱臼的有点厉害啊，而且还有点骨裂。孩子这个情况呀，必须得手术，不然可能会有严重的后遗症。那这个费用是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医院的报销系统很完善，报销下来也就2、3万块钱。相比于孩子健康呀，这2、3万根本不值得一提。要2、3万啊！妈妈，我好疼。哎呀，都怪你疼，让你不要跑，你非要。这下好了，把手摔断了，要花2、3万。你爸爸在外面打工也不见得能存3万块，你可真是不让人伤心。哎，这位家长，孩子爱玩是天性，你也不能这样怪他呀。你这样还配当家长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医生，您正常安排手术吧，我会交上手术费的。放心，孩子呀一定会没事的啊。雷医生，片子给我看看。这个你打算怎么治啊？苏医生，这可是我的病人啊，哪轮得到他指手画脚呀？就当给新人练练手嘛。雷医生，你不至于这么吝啬吧？小伤而已，稍微处理一下就能出院了。小伤？医生，你说什么？我的孩子只是小伤。楚南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孩子都骨裂了，你居然说骨头开裂是小伤？这骨裂很轻微，不到3毫米，更没有位移。而且孩子这么小，正是长身体恢复快的时候，用石膏甲板固定，补钙，最多10来天便能愈合了。至于这个脱臼嘛，简单。小朋友，叔叔送你一个橘子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叔叔。哎，不行，要用受伤这只手拿，叔叔才给你。这不胡闹吗？楚南，孩子手都脱臼了，你还让他用受伤的手？苏医生，你难道要看着他这样胡来下去吗？家长，这是我们今天新来的医生，技术怎么样还不知道呢，到时候把孩子手弄得更严重了。治疗方案我已经出了，现在就可以手术，不排队。你难道为了省钱，让孩子承担这么大风险吗？我家虽然穷，但也不完全是因为钱。毕竟要手术，谁也不想让孩子遭罪啊。手术？完全没必要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完了，楚南，你闯大祸了！小宝，都别慌。哎，小朋友，你再拿一下试试。妈妈，我的手好了，不用做手术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！我给你跪下了！
这救兵之人是我们的本职，你不必如此。好，楚南，你就这么粗暴的扭回去，到时候有什么情况你负责。什么叫粗暴的接回去？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正祖。而且这个病人是我医治的，我自然会负责到底。你有种！哼！医生，我还需要再重新挂号吗？咱们这治疗费得多少钱啊？这个你得问领导，我刚来实习，我也不清楚。你已经挂过号了，等下给你转号就行。我们中医科刚刚成立，治疗费用还没有确定下来，刚刚正骨的费用就给您先免了。另外，您还需要再算一个打石膏板的费用，大概是70元。70元？太贵了吗？但是我们用的甲板和石膏都是……不贵不贵，我这就去交费。小宝，快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阿姨，谢谢医生叔叔。真乖。怎么样，领导？新人的技术你还满意吧？还行。但你不会怪我吧？怪你？你指的是你用最便宜的方式治疗好了病人，而我作为医院的管理层，在运营层面会不会怪你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对。知道我们医院为什么会开辟中医科吗？这我不知道。这说州医院不是以外科闻名的吗？突然开中医也挺让人意外的。纯粹的中医是不赚钱的，就比如说这种轻微骨折，中医讲究保守来治疗，你试一次针也好，正一次骨也罢，治疗费用都很低。而伤风感冒、腰肌劳损，抓点中药，利润更是微乎其微，跟输液打针比差远了。可惜了，纯粹正派的中医就是这样的。那你们……但这不就是中医存在的意义吗？原来如此啊！刚才你让我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我们中医科可以做大做强的一天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更多的穷苦百姓嘛。欢迎你的加入。谢谢认可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也算是同一阵线的战友了。战友，可以这么说。既然是战友，那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点钱。不行。哎，护士人员，你别走嘛！怎么了？我导尿管好像脱了，你帮我重新导一下吗？啊！你稍等会儿，我去找负责这块的同事过来。哎，站住！我不要别人导，我就要你导。你要是不帮我导，我就投诉你，一直投诉到你被医院开除为止。那你在干什么？赶紧导啊！这可是咱本职工作，来吧！我来吧。耶，怎么才1天不见就把我忘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不是你小子，你谁呀你啊？我是医生，怎么了？这儿没你什么事，赶紧滚蛋啊！这位患者的尿管不是脱了吗？不需要重新导尿吗？老子用你来导，老子是要这护士来导。我是医生，他是护士，我肯定比他更专业一些。你真是害羞了呀！哎，大可不必啊，在医生的眼里，这就是个器官而已。那滚开！老子不要你导，我不用了。别介，来呀！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起开点！这就怂了呀！刚才调戏人家护士的时候，你这么勇的。小子，你他妈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吗？哎，怎么跟我浩哥说话的？说州12少你知道吗？我浩哥那可是排前5的。我管他排第几，医生把你们当人，对你们尽职尽责。我希望你们自己不要把自己当成畜生。你他妈等下是吧？来呀！算了，楚南，我没事的。小子，我朔州12少之浩哥今天算是记住你了。在医院我不动手，今天下班
别让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你！我不怕哟，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下班之后你要对我做什么？你面试上这里的医生啊？当然，你看工牌。真的假的？倒是我小瞧你了，还以为你面试不上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哼，我都拉下脸来当牛马了，这医院不得抢着要啊！还贫嘴。对了，你现在住在哪儿？啊，这个我暂时还没有想好。那要不你回我？楚医生，中医科门诊的病人都快排满了，我到处找你，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回去。我先去门诊了，以后有空再聊啊。等等，找不着。他从门诊过来，是特意为了找我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第一天上班泡小护士？我泡什么护士呀？这医院太大，我迷路了。碰巧遇到熟人，就闲聊了2句。这医院怎么跟迷宫一样？哦。好的。楚南是吧？待会儿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社会的险恶。不是老大，这小子怎么还没出来啊？现在几点了？10点啊！你不是看医院值班表了吗？那小子6点都下班了，现在他妈的都10点了。啊，该不会是那小子从哪逃走了？你没注意发现吧？不可能的，老大，这医院前后门我们都守了兄弟的，绝对不可能跑。行，那我就继续在这守着，一旦那小子出现，手和脚都给我拧断。谁在说？总算是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今晚不用住桥洞了。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等你的工资，还是租个房子吧。浩哥，这都凌晨2点了。他妈的！爸，闺女回来啦。爸，您还真没看错人，那个楚南他真的很厉害。上午他接诊了几个，下午便有人慕名而来，而且现在他连第2天的号都约满了。咱们医院门诊科还没有新入职的年轻医生有这么火过。哈哈，是吧？咱们捡到宝喽！还好你老爸慧眼识宝，不然的话，真的就错过喽。是呀，多亏了有爸您。我觉得我们中医科做大的时机到。做大嘛？对啊，以楚南为支柱，做大很简单。不行。怎么不行？楚南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才。你看看这些，全是些匿名投诉信。这些都是投诉楚南的？这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医院自己人搞的鬼啊！是啊，这才上班第1天就招来这么多的人嫉妒，照这样下去，他还能在咱们医院待多久？依我看，要不了1个月，他自己受不了就走人喽。可恶，这些人就是欺负楚南没背景。哎，这话让你说到点子上去了。闺女，老爸有个想法，你要不要听一听？什么想法？这个楚南他是一个人对吧？应该是一个人啊。那你看我，就你一个女儿对吧？难不成你还有私生子啊？哎呀，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不如考虑一下楚南，如何？爸，你认真的吗？对，我超认真。你跟着楚南，如果结婚了，那楚南就是我老苏的女婿，院长的女婿，谁还敢给他穿小鞋？这楚南不有背景的问题，不就解决了吗？可是我跟楚南根本就不熟呀，爸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我跟你妈相亲当天就领了证，还不是有了你？我这人虽然不古板，但我这么多年打拼下来的家业也不行流入外人田，不是啊？
这楚岚一个人唯一没靠的孩子，咱们顺嘴让他当个上门女婿，我打拼下来的家业不就保住了吗？可你也不想你以后嫁人了，老爸孤寡一人，死到家里都没人知道吧？但你们一旦合体，咱们医院的中医科就可以搞起来了。到那时，咱们医院就可以稳稳当当做到南区第一医院了。我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你决定没用？怎么没用？我是你老爸。你把这话说给我师傅可行？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天一传人，既然藏在朔州，我早晚会把你找出来。金主任，怎么了，小雷？这么着急？主任，您真的要坐视不管吗？中医科的那个家伙已经抢走我们内科好多病人了，甚至有一些外科处置的病人也跑到中医科去排队了。中医嘛，哼，哗众取宠。温养、调理、保守，到头来还不是靠病人自身的身体素质硬扛过来的。话虽如此，但是中医那套说辞很唬人的，什么阴盛阳衰、温和调理，很多病人听到这些话很容易被他们忽悠的。而且我感觉院长还想扩大中医科，到时候咱们西医的光芒很可能被他们盖过去的，很多医生都不乐意了。主任，您作为咱们医院西医的顶梁柱，您可不能坐视不管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找时间会会他。好嘞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苏医生。哟，什么风呀，把我们苏医生都吹过来了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就别阴阳我了。我哪敢阴阳你呀？咱们医院西医体系这么完善，你却要开辟中医，像这种老掉牙的东西，各大医院都想撇掉，你却要把它捡起来。话虽如此，但师傅，中医已经存在了数千年，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了，但是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，不是吗？生存空间嘛，我倒是觉得那种小诊所、乡下坊间更适合。哎呀，师傅，您干嘛这么讨厌中医啊？不是讨厌，是厌恶。那您为什么这么厌恶中医呢，师傅？还记得天一神经吗？当然记得，这个是大夏医经的巅峰，咱们九玄门的至宝。可惜10年前被大长老偷走了，便杳无音讯了。你师公也是我父亲，一直钻研天一神经30多年。有一天你师婆生病住院，需要手术，你师公非说动不得，得用他的医术医治，结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所以我痛恨中医，专学西医。但是天一神经乃是我们九玄门之物，我必须将其找到，然后原来如此，对不起师傅，我才知道您痛恨中医的原因。那开辟中医科的事情您……我会支持你，但是也是让你长记性，免得你说我这个师傅不支持你工作。等你碰南墙了以后再说吧。哎呀，师傅，这次真的不一样，我找的这个人啊，真的有点手段的，跟外面那些只会忽悠的江湖骗子一点都不一样。行吧，那看看再说。
哎，钟哥，你有没有感觉最近咱们医院阴气挺重啊？重个屁！红旗下长大的人还信这个？可是最近我们晚上老听到奇奇怪怪的响动。响动？哎，对，就从最近开始啊，尤其是这个门诊大楼，这楼道的声控灯啊，居然自己会亮着。我去，有那么玄乎吗？对呀，钟哥，我当时妈卖西瓜的，一惊一乍叫什么叫？刚刚有黑人，我也看见了。钟哥，怎么办？哪有什么牛鬼蛇神？老子这就过去把他揪出来。哎，我在保安室烧了水忘关了，安全第一，我先回去看看。妈的，这群保安天天都往巡逻，差点被他们抓住。难道那小子这几天都在医院？这医院也没宿舍呀。那人呢？哎，奇了怪了，哎，咱们都在这医院门口守了3天了，都没见他出来。但白天他又按时在门诊上班，这他妈的，见鬼了！楚医生，苏医生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医院了？我这还工作，所以来的早了点。可是现在才早晨6点钟，除了急诊科，咱们门诊楼的大门都还没开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有诊室楼的钥匙啊，今天有点事情，所以早就过来了。除了诊室大门，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进来了吗？完犊子了，偷偷住在医院的事情要被发现了。这么说的话，倒是可以从地下室的楼道进来。对，我就是从地下室的楼道进来的。哦，这样啊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没事，我以为你就是从地下室进来的。啊，对了，9点有个会，你别迟到啊。会？什么会啊？咱们不是说好要把中医科做大吗？我也打算让医院把资源都往中医倾斜一点，顺便再多开几个诊室，但是得跟他们先商量一下。这能同意吗？他们对我的意见都挺大的。放心，我都给你打通关系了。你好，苏医生怎么了？我叫陈佳琪。啊，佳琪是吧？抱歉啊，你们护士有点多，我记不太住。对了，你是楚南楚医生的朋友吗？算是吧。那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？我不太清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苏医生怎么关心楚南住哪？对了，他现在住哪呢？难道已经找到住的地方了？不行，我得把他拉回来。回去之后，我就帮他把房租垫了。原来是他啊！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院长苏国汉，我就不过多给你介绍了。这位是我们朔州医院的副院长，也是内外科的综合主任，他叫金来，是我们医院的头牌医生。这位是杨老，是我们医院的 VIP 病人，也是我们医院的股东。院长好，主任好。
不用管他，他睡觉，先坐。我跟楚医生商量过了，这个月将多开2个中医门诊，所以中药调剂员、中药师、中医都可以安排面试了。加上楚医生作为我们中医科的第一人，我酌情考虑把他任命为中医科主任。咱们医院就应该多样化一点嘛。这个中医呢，又是咱们龙国的传统之一，虽然呢有其不足之处，但是呢，任何东西都有其糟粕和精华。所以呢，我作为院长，很欢迎有志之士将中医发扬光大。那楚医生就任命为中医科主任。你这孩子糊涂了不是？楚医生啊，很年轻，要达到主任医师级别，起码还要打拼几年。不过呢，他不用当主任，就当咱们中医科的负责人就行。这样呢，就用不着职称，在这上面呢，不用卡得太死。负责人也好，更方便。这样的话，我这里就没有问题。我没啥问题。那金主任呢？我不同意，我代表内科、外科2票表示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年轻，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当中医科负责人，他刚进医院，或许靠忽悠那一套可以得到一些不理智的病人的幸福，但是就要直接以他为核心，直接开辟出完整的中医体系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。可是没有可是，胡闹也得有个度，我得为这家医院负责。中医这种哗众取宠的垃圾，早就该丢掉了。西医是行医，中医也是行医，金主任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呢？这还用得着我说吗？你们中医讲究条理，动辄几个月的时间反复的去吃药，见效慢，也没有办法做到像仪器那样准确的监测到病人的身体状况，效率极低。你告诉我，这种效率低、见效慢的行医手段，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？效率低，见效慢。原来如此，那金主任要怎么样才肯同意这件事情呢？很简单，要么你说服，要么你用手段折服。中西医大比拼，我居然有点期待呀！非要如此吗，师傅？必须这样。他如果连这点胆子都没有的话，又怎么能让人信得过呢？说服你，我可以尝试一下。好啊，你出题，我来接题，任何有关于医疗方面的题目都可以，只要你能说服。人生大事莫过于生育，那就以孕为题。可以。一个孕妇来看病，你会怎么办？这和效率有关系吗？有，请回答。孕妇的用药和检测有孕妇的标准，按照标准开药检测即可。那要是这个孕妇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呢？一个正常的成年女性连自己怀孕都不知道吗？如果病人对自己的身体都了如指掌，那还要医生做什么？金主任，请回答我的问题先。检测和诊断之后，若需要用到影响孕妇的药物，以及影响到孕妇监测的时间，我们会提前跟孕妇沟通，从月事时间和排卵周期来帮助推算。若孕妇拿捏不准，拿捏不准的话，有检测值，准确率高达95%以上。那孕妇没有尿呢？很简单，做个 HCG 技能，准确率无限接近100%，依旧很快。这就是效果。所以，但凡遇到一个女性在不清楚自己是否怀孕的情况下，就只能被动的去接受检查。没有尿，那就只能查血，查血还要40分钟之后才能拿到报告。没办法，这是流程。那如果这个不清楚自己是否怀孕的女性没有尿，又必须要服用对孕期有伤害的药物，而这个时候监测的仪器又恰好出了故障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哪有这么多意外凑到一起啊？没有尿就多喝水，等一等，仪器坏了修好再用。你问这么多，你们中医遇到又该怎么办？略微诊脉，10秒之内便能断定她是否怀孕，准确率也无限接近100%。
这个中医验孕呢，我是知道的。小时候我们村有个老中医，10里8村的妇女怀没怀孕，他一摸脉象就知道了。你用手一诊就能接近100%准确吗？当然。好，那我今日便设一局，你若是赢了，我心服口服，2票同意你在我们医院设立完整的中医部门体系。怎么比？你不是说你诊脉验孕准确率高达99%以上吗？那好，我今天找5个人，其中有1个人怀孕。若你能从这5个人中找出1个人怀孕，也算你。这5找1似乎难度不大。难度不小啊。楚南，你行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当然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我等会儿。又怎么了？你若是输了，没有一丝惩罚的话，我岂不是太亏了？您想怎么着？你若是输了，就滚出这家医院，并亲口对我说中医是垃圾，并发誓这辈子都不能再用这种垃圾医术为人治病。师傅，这也太过了吧！他如果连这点胆量都没有的话，还想把中医发扬光大，做梦！接还是不接？回答我。楚南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这类我楚南接了，不过这么重的附加条件，我也要加。加什么？拜我为师。好小子，好胆儿！怎么，这点胆子都没有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主任，人凑齐了，请他们进来吧。都进来吧。主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找来这5位女士帮我们进行笔试。荆州只有1个人怀孕是吧？对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就请楚神医出手了。这能行吗？要是这都不行，我的医术不就白学了？你没有怀孕，谢谢你的配合。楚南呀，楚南，你还真想找出那个怀孕的孕妇？太天真了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，因为这5个人根本都没有怀孕，1个孕妇都没有，你又如何找得出来呢？找到了。这位女士的脉搏忽轻忽重，忽急忽缓，是心脉淤堵之象。你最近有没有感觉胸闷、心慌？是的，医生，我这2天开始的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舌头伸出来，我看看。你干什么呢，楚南？你这比试着呢。比试归比试，这病人有需求，难道我就不诊断了吗？人家也没病呀，有病没病，看了再说。来，把舌头伸出来。唇舌发紫，这是窒息之象，有危险。苏医生，你带他先去吸个氧，然后做个心超，再去药房拿一点硝酸甘油片给他。你怀疑？我怀疑他冠状动脉供血不足，是心梗的前兆。好，请跟我来。笔试的时候诊断，你是为了彰显自己牛逼吗？我不想彰显任何东西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有病治病。你好了，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是啊，有病治病，
当医生的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。医生也不是神。天哪，楚南，真的被你整懵对了。冠动脉狭窄，供血不足，现在先服药监测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恐怕就要考虑安装支架。厉害呀！真的假的？苏医生，你不会给他帮腔造势吧？胡说，病人已经在办理住院手续了。你不信，你自己去看。不过，只是诊了一下脉，看了一下面相就能看得出来，好神奇啊！以后有时间慢慢教你啊。别浪费时间了，继续吧。只剩下最后2位病人了，想必孕妇就在其中。会不会之前走了3位，已经有人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反正等他找出来之后，咱们去查个血，便知他诊对没有。你没有怀孕，走吧。现在只剩下1位病人了，想必孕妇就在其中。苏医生，这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刚刚已经走了4个人，说不定刚刚走的人里边有怀孕的，但他没诊出来呢。怎么感觉有点不妙呢？我觉得也是。如果真如你们所说，这5个人中有1个人怀孕，那这个人必定是他，除非你们作假。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我可是按照吩咐来的，你自己诊不出来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不会是害怕自己输，提前说这种话？好了，还剩下最后1个，请楚医生诊断吧。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发现自己错了呗。小楚啊，到底如何呀？恭喜你，你当妈妈了。最后1位果然是怀孕了。我也很好奇。我也是。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有没有怀孕？我怀孕了吗？对，差不多有3周了，该补充叶酸了。连日期都算得那么准，厉害呀！这回真让我老苏开眼了。你确定我怀孕了？还3周啦？确定、一定及肯定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位女士，你什么意思？雷强，还是你来告诉他吧。楚南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她根本没怀孕，你简直是在扯淡。你都把女朋友带过来了，也没说不能找认识的人，是吧，主任？确实如此，认不认识不影响结果。就算她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怎么就笃定她没有怀孕呢？那我就让你死的心服口服。我女朋友今天刚来姨妈，你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让苏医生去检查一下呀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们的本意就是找了5个都没有怀孕的？对呀，我确实找了5个都没有怀孕的，当然也包括我的女朋友。不过我就是要揭穿你装腔作势的嘴脸，令人作呕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这不是作弊来误导楚南吗？找了5个没怀孕的，那楚南找错也理所应当啊。凡事都看个结果，结果就是他输了，他没有准确的找到孕妇。谁说我输？没说，那哪还有怀孕的人呀？当然是你的女朋友。对了，也要恭喜你，很快就要当爸。你还在胡说八道！我刚刚都说了，我女朋友今天来姨妈了，还怎么怀孕啊？来了是来了，可来的不一定是姨妈呀。不是姨妈还能是什么呀？那很有可能是你们昨天晚上运动太激烈，导致见红了，但也改变不了她孕期3周的事实啊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查一下血，走员工通道不用排队，很快就能有结果。有反转？不会吧？难道？哎呀，别难道了，事实说话。雷强，你女朋友到底有没有怀孕？我也不确定了。楚南，你别危言耸听啊！我们平时可是都有措施的。哎呀，但是3周前咱俩好像有一次给搞忘了。那还是去查个血吧。你快去！啊，我直接去看看。看来这件事情很快就有结果了。突然，我有点小激动了。俺也一样。你很自信，不是自信，是实力。哦，对了，金主任，要不要让我给你诊一下脉？不用挂号，不收费的。这小子好大胆，竟敢这么挑衅金主任。事实还尚未定论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怀了，真怀了，楚南赢了。怀了，真的怀了，楚南赢了。黑色利剑，现在该行拜师礼了吧？好了，楚南，
你赢了就赢了，我师傅会答应你单独开辟中医科的，这样我就收了。哎呀，小楚，没必要上纲上线。我觉得有必要。来吧。哼，区区一个小比试，我只是暂时输了你，你觉得你有资格做我的师傅吗？哟，这是输不起呀！要是传出去，金主任以后还怎么在医道上混呢？我够了，楚南，你不能对我师傅这么不敬。你再这样胡闹下去的话，我只能把你开除了。哎，别，有话好好说啊，真的没必要。而且也不代表医术谁强谁弱，只是小小的娱乐了一下。娱乐归娱乐，赌约是赌约。我身为中医，从来没有看不起西医，而你身为西医，却对我的职业充满了偏见。今天要开除辞退，随你的便。不过这赌约必须履行。这家伙怎么回事？平日里都很好说话的，今日遇到师傅，敌意就这么大了。好，很好，楚南，我记住你了啊！师傅，等等，我都叫你师傅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既然你都拜师了，那当师傅的肯定要给你回礼啊。这是我给你配的明目散。你长期做手术用眼过度，导致你的眼睛过度的疲劳。这个1日1次，用雨水煮沸，放置温凉后服用。3日之后，我再给你施一针，便可摘掉眼睛。小小的一个中草药就能治好我的眼睛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哟，这是徒弟跟师傅说话的态度吗？还不拿着？行，谢啦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别叫我师傅。那师傅你别生气。不，我没有生气，而是我现在别人的徒弟啦，我已经没有资格做你的师傅了。啊！都怪你！恭喜你，楚南，以后就是我们中医科的负责人了。这啊！多谢两位领导看得起啊！哪里，这都是你的能力征服了我们。就是。你们看啊，我现在也算是医院的管理层了吧？想跟二位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哎，什么？80岁高龄孕妇要生产？哎，好，我就来看看，我就来看。哎，这什么？你要我蹦迪去？太好了，我马上就到，我马上就到。没问题，马上就到。这世道怎么一个提到钱就开始翻脸啊？要是再不找地方住的话，我真的会被发现的。没想到这九玄门的门主竟然在这家医院当主任。要是被他发现，不就玩完了？可要是跑路的话，我这新找的工作就……纠结啊！爷爷，这是我新配的药方，你再试试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的情况清楚，我已经没救了。为什么？按照您的要求，将天乙神经烂熟于心，可为什么还是救不了你的病啊？我放弃医学院，苦学了这么多年的中医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你天乙神经学的再好，但你究竟不是神。即便是神，也有力所及之处。这都是命啊！当年九玄门要毁掉天乙神经，我作为长老，觉得是暴殄天物，极力挽回。但掌门极力要焚毁，我便
违背门规，偷来传授于你。我走后，你要下山去，将中医发扬光大，拯救更多的人。哎，钟哥，你确定你这玩意儿能有电光好使？你知道什么？我这个是大师那里求开过光，喷过黑狗血的。谁知道那玩意儿会不会免疫物理伤害？走。你确定那玩意儿就在这个办公室吗？我今天守了一晚上，亲眼看见一个人要就跳进去了。哎，这不是……小声点儿，这不是处男朱医生办公室。哪个朱医生？就跟金主任大多言语，金主任就出来，让他在医院弄事儿，眼睛电视。哦，就是把人忽悠的一愣一愣，搞中医的那小子。人家现在可是中医负责人，而且医术特别高明，好多人想过来的都够不上。哎，你说这小子该不会是故意吧？这屋里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，有道理啊！要不然他医术这么厉害，那咱还进去吗？这太吓人了！咱一个币就3000块钱，玩什么命啊？这个吧，我有神剑在手，破个乱呀！我花了300块大洋呢。人家客服说了，目前他卖出去的东西都是零差评。零差评？那我不是相差评的多，卡了空说800块上卖，2个送包，跟在我后面。这个1日1次，用雨水煮沸，放置温凉后服用。3日之后，我再给你试一针，便可摘掉眼睛。退蛋，再捅。今天定了，还要不让人睡觉？妈卖西瓜的，啥也没有啊！你是不是看走眼了？有可能吧，没有更好，咱回吧。眼神还是我好使。说对。好你个处男，居然敢挂我电话！不对呀，我也是刚从房东那里要到他电话，他应该不知道是我。那我给他发个短信：我是陈佳琪，接电话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他要是知道我帮他把房租垫付了，一定会感激涕零的。我这你什么都不是。
我好像也听到了。啥也没有啊，是不是都魔怔了？白吓我300大洋。都，果然有东西。就在床底下。怎么？谁找？当然是队长啊！队长手里有神器。笨蛋，当然一起上了。今天就要见识见识鬼东西到底长啥样。动动。小偷追！那个。哎，姨妈，你确定楚南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？确定。哎呀，他如此一说，居然混得这么惨。按理说，他这样的人才，各种大能，恨不得砸钱把他砸到身边。怪不得今天还跟我借钱了，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的。他一直住在医院，应该也挺不方便的。要不我们给他租个房子？租什么房子呀？咱们家不是刚好空了一间卧室吗？让他住进来就行了嘛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况且他刚得罪了我师傅，现在我师傅都不要我这个徒弟了。你师傅没那么小气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哎，给楚兰打个电话吧。哦，好。妈的，狗也跑过来，幸好我甩开了。完了，叫我不能。您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大晚上的给谁打电话？跟谁打电话呢？看来现在又出现了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妈了个巴子，终于逮到你了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妈的，没一个靠谱的，我你妈！大哥，站那儿！大哥，你给我站那儿！我你妈！我这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蹲了你3天了，终于蹲到你了！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这次让我逮到了，真不容易啊！哎，什么真不容易啊！哎呀，你有病吧？至于吗？至于！你小子说好的跟我们约架，居然敢忽悠我！哼！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今晚就堂堂正正跟我们干一场！非要这样吗？江湖不是靠打打杀杀的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不能，而且我没有给你选择题，你不接受也得接受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，现在向我投降，这件事情我可以救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把我们包围了，还要让我们投降啊？不是老大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他让咱们给他投降。哎呀，给谁呀？啊，你一个人包围我吧？都到什么时候还在那装逼？兄弟们，狠狠的修理他！兄弟们，这小子练过，一起上！哥，不，南哥，我错了。错了吗？我错了。没错。哥，你听我说，江湖那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那是以和为贵，咱俩可以好好交流交流嘛。啊，那以后研究不动了？不得了，这个，文刚才，这，
上的跟谁打电话？没打通。那算了，明天上班再给他说吧。这家伙故意躲着我是吧？明天找你算账。房东阿姨，这么晚了您来，我思前想后啊，还是不想让楚南那小子搬回来。那小子太不靠谱了，所以啊，把他那份房租退给你。阿姨您不能这么说他，其实楚南人挺好的，跟你想象中的不。他挺好的。我的电瓶车，我的狗，还有买我那死鬼丈夫的花坛，是不是他搞的？我说你也是，干嘛帮这种男人说话呀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阿姨告诉你，阿姨可是过来人，他那种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外面的青沟子黄毛。他这辈子要是能是个正经人啊，我倒地洗头。行吧。哎呀，你呀就是太年轻了，才会被那种不靠谱的男人吸引。改天阿姨一定给你介绍一个有正经工作的好男人，比他靠谱得多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主持人。下一位，楚南。哎，房东阿姨，这么巧啊？没搞错吧？你就是那个中医出神入化的楚神医？惭愧惭愧，不敢当，不过是病人看得起我楚南罢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也是来看病的吧？楚神医人呢？你别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你还找到正经工作了，也不跟阿姨我说说。你现在找到地方住了吗？我暂时住酒店。住在酒店，这样。您什么情况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最近腰背疼得很，久坐久站都不舒服，躺着还行，但是躺久了也不太行。趴床上我看看。脚疼吗？有点酸。人呢？这还好。疼疼疼疼！你这腰背肌劳损很严重啊，身上湿气也很重。那怎么办啊？很简单，拔个罐就行了。拔罐？你给我拔吗？我很忙的，你去外面找个按摩店就行，口碑好点就行。要不还是你帮我拔拔？我真的很忙的。哎呀，你跟我是什么关系嘛？外面那些人我信不过呀。你给我开个绿灯嘛。行吧。把衣服脱了，把这个换上，好了觉啊。这不太方便吧？他并不记忆，要不你还是出去拔吧，我还有10个号等着我。我拔，我拔。楚南，我换好了。开始呢会有点痛，一会儿呢就舒服了。这家伙都不正眼看我，难道我真的老了吗？好烫好烫！忍一下啊。好些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感觉像重生了一样。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。
楚南，没想到你医术这么好啊，在我那儿住了1年，我竟然都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也不晚，没事就好。回去啊，不要洗澡，不要打湿，早点睡觉。对了，给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要不你还是搬回来住吧。不行，不能那么随便答应，得装一下。而且我手里也没钱交房租啊。你不是嫌弃我吗？哎呀，那不是以前吗？你现在是名医了，还找到了正经工作，阿姨呀，巴不得多点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当做客呢。住你那儿我倒是住习惯了，只不过房租这方面……嗨，那点房租算啥？阿姨给你免了。不过你每个月得帮我把案2次，抵房租了，成吗？成。可算解决住的地方了。下一位，干饭，干饭！苏医生，秦队长，楚南，昨天秦队长跟我说你办公室里有小偷，你没丢什么东西吧？抱歉啊，楚医生，你看看丢了什么东西，有没有贵重物品？要是有的话，我老秦负责。小偷，太可恶了！还好我这儿没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应该没丢什么吧？那小子跑得太快，而且在医院藏了好些天了。如果让我逮住他，我会好好收拾干净不可。必须使劲收拾。又是诈骗短信，这短信的铃声，我怎么在哪听过？医生，你能不能你再放下让我听一遍？不好意思，秦队长，这手机没电了。我和苏医生有些要事要商量，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？哦，好。我在哪儿听过呢？楚南，你是不是还没找到住的地方？要不我给你找一个？有找地方？对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住在我家。你别误会啊，我家还有一间单独的房间，里面有独立卫生间，而且我爸也住在家里，你们平时可以多交流。是啊，毕竟他现在这么出名，连院长的女儿都看上了他，要腾房间给他住。那小护士，这个，怎么样？还是算了吧。拒绝我？你拒绝我的邀请？确实是不太好意思了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、我爸都是同事啊。我已经有住的地方，你的好意我心里啊。你有住的地方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你一直偷偷住在医院里。昨天秦队长说的那个小偷就是你爸。医院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有住的地方好不好？死不承认是不是？我早就知道你其实穷的叮当响，下个月20号才领到第一批东西，这不还有1个月吗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我是故意笑你。穷的叮当响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暮云小区2栋3楼，我就住。这年谁还租不起房子似的？你太看不起人了！我要去食堂吃饭，多谢你的。拜拜。死要面子。富民小区2栋301是吧？要揭穿我。秦姨，佳琪回来啦！你打扫房间这不是这间房子终于等到租客了，我收拾一下，人家今晚就搬进来了。是这样？对呀，对方人不错呢，你见了肯定惊喜。对了，秦姨，我想搬出去换个一居室住啊，
这怎么了？这不是住的好好的吗？因为我德赛，怎么？那几天不见就不认识我了？楚南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搬回来了呀。秦姨说的新租客就是你。是啊，不然你还以为是谁呢？秦姨，你昨天不是说我是说呀，我十分想念楚南，就希望他搬回来住呢，所以这不是亲自去请他回来了吗？小陈，你还要搬走吗？什么？你要搬走啊？我没说要搬走啊，我就是说考虑一下，没说马上要搬走。那你可得好好考虑清楚。要是我再年轻10岁啊，唉。喏，房间给你打扫好了。谢谢啊。你一直看着我干嘛呀？楚南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住在我家。没什么。楚南，我想跟你说。说什么呀？欢迎回来。面筋，我最喜欢吃面筋。哇！谁呀？应该是秦毅，我去看看。请问这里是？你是我们医院的护士陈佳琪？苏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？你家？难不成？佳琪，这些都是你调配的底料吗？太好吃了！喜欢就多吃点，来。原来你们合租在一起，真好。好什么呀？这房子是主人的，我们还得交房租呢。但是能和朋友一起住，不用受拘束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是院长千金，富二代，饱汉不知饿汉饥啊！我看你们这里还有2间房间，要不我过来住1间？房东电话多少？我这里的房东不管事儿，我们基本很难联系到。这样啊，好吧。这个土豆煮出来真好吃，我再去切几块。啊，小一啊，那刀有点钝了啊，小一点。你刚管我干什么呀？你怎么把这里地址都告诉人家啊？他觉得我穷没有地方住，我只能自证清白啊！谁想到他真的来了，还要跟我们一起合租，不过也挺好的呀，人多嘛，热闹。热闹什么啊？这个房子2个人住、3个人住，交的房租都是一样的。再说了，那3个人住多挤啊！而且女孩子用水电气更费，你这样均摊下来不划算。这有道理。如果能联系上房东就好了。哎，这小破屋你挤进来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这3个人水电气网费、平摊什么的太麻烦了。这都是小事儿。如果我能住进来，什么水电气网费我全包了。全包？你说什么？水电气网费你全包？是啊。那可怎么好意思呢？我和楚南就是不喜欢占人家便宜。是我占你们的便宜才对。你手艺这么好，而且我不是想学习中医嘛，住得近，正好可以多请教楚南。别说什么水电气网费了，家里的纸巾、垃圾袋，还有柴米油盐什么的，都由我来买，我都愿意。你说当真？当真。门口有招租广告，上面是房东的电话。好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我很有出息了，好不好？一点点柴米油盐、水电网气，你就松口了？一点点，要不要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2个人，柴米油盐1个人800，加在一起就是1600，水电气网费500，加在一起就是2100的开支，要一点点啊！我问你，你1个月工资多少啊？搞嘛也那样。哼，那你还觉得2100的开支是一点点吗？行的。
怎么回事？这真有效果？难道他是？你呀，多运动，别再熬夜了啊。那去看药吧。谢谢楚医生。药给点好了。这倒要谢谢你了。你是我徒弟，这是应该的。哎，过来躺下，我给你施一针，巩固一下。来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我呀。楚天虹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爷爷。原来如此。既然你是我的徒弟，我要把这个传授给你，也算是别样的无贵人主。这么说来，你已经悟透了这本书的医术了。勉勉强强吧。你是不是想通过这次治好我眼疾，缓解你我之间的矛盾，从而将你爷爷偷走我九玄门天一神金的事情一笔带过？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介意中医，真的。九玄门这么大一个门派，几百年来都是因为中医的强大而闻名的，结果到你这一代却埋灭，甚至消失了。难道你不会觉得罪恶？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我评头论足的？再者，你觉得偷走的东西再还回来，这事就可以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我曾经发过誓，不再让人学习这本书里的医术。那既然你已经学了，那就砍掉双手。我可以放你。那我还传授给了伊曼，你徒弟，是不是要把他的双手也砍了？哦，对了，我还用你们的医术治好你的眼睛，是不是连你的眼睛也要挖了呀？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嘛！你们九玄门追杀我这么多年，我真的烦了。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，还能将医术发扬光大，这样的生活我很知足。所以，希望这一次我能够何解？做梦！既然你不想自废功夫，帮你。如果真的避免不了动手的话，我也不会再考虑。伊曼出事了！什么情况？没事吧？结果我好疼。 CT 显示急性阑尾炎。常用，来得很急，不赶紧手术的话会有生命危险。用不着你提醒。正常的阑尾炎，还好，立刻安排手术。没办法啊。没事啊。外科手术有你中医省事儿，滚！你妈没事啊？师傅，我快不行了，快给我上麻！麻药呢？麻药还没来吗？主任，我们库房麻药用光了。这么重要的物资，怎么可能出现中断呢？上午厂家就已经发出了，但是路上遇到了车祸，我紧急调度了一下，估计最快还得1个小时。1个小时？1个小时，这伊曼能坚持得住吗？我1分钟都坚持不住了，师傅，要不你快把我打晕吧，我受不了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现在身体虚弱，打晕你只会让你的免疫力更低。可是我实在是太疼了，我受不了。季主任，你不能呀！万一手术过程当中伊曼要是醒来咋办呢？叫沈南进来。叫他进来干嘛呀？我让你叫就叫。没事，师傅在呢啊。快去，忍一忍啊！麻药还没到是吗？哎呦，还得1个小时啊！快救救我！有什么办法？再接。
自来水重开，给姨妈喝下。你居然能调制出麻沸散？光麻沸散还不够，我还需要给她施针的。感觉怎么样？终于感觉好多了。刚刚我都以为我要死了。冲泡好了。这个配方已经市场很多年了，你确定没有问题？当然。来，我分起来。趁现在切除阑尾吧。准备手术。哎呀，缝合的太好了，不愧是金主任。到时候给他抹一点我特制的除疤膏，可以不留痕迹。出来吧，解决一下你我之间的恩怨。非要如此吗？非要。你们两个这是与你无关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针都断到姨妈血管里了。长，有吗？都没有吗？哎呦，这咋办呢？难道真的断在姨妈的血管里了？什么时候断的？你不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注意到。如若针头流入心脏，这后果，这好端端的针头它怎么断了呢？虽然匪夷所思，但这个事情也并非绝对没有发生过，这是重大的医疗事故。若是如此的话，那只有做开胸手术了。可姨妈还这么年轻，她就要做如此大的手术了。想想办法，楚南。你别催我再想。找到了，在颈上的静脉，正朝着心脏的大静脉流动。立刻安排手术，我要把静脉拉出来，做阻断，快！晚了，已经到心脏的大静脉上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已经到心脏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天一神经学的再好，究竟不是神。即便是神，也有力不说及之处。这都是命。抱歉，现在恐怕也只有开胸取针这一条路了。可是要从心脏取针，就必须要把心脏切开，而且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，这个针头随时都有可能把心脏戳破。姨妈呀，姨妈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的姨妈呢？姨妈，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不要嫁爸爸了。立刻安排胸腔 CT， 确认针头位置。我要给姨妈做影响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我也要救她。准备。为什么明明是个阑尾炎的小手术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好无能。这只是意外，快整理好你的情绪，待会儿还有一场手术呢。待会儿能陪我吗？要是其他人的话，我或许会很冷静。这是姨妈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怎么样？真的？这什么情况？我扫描了2遍都没见到针。楚南，你不是很笃定的说针会流入心脏吗？你是不是在骗我们？怎么全是？全是。难道是那样？对，很有可能。太恐怖了！
真是天佑我闺女儿啊！真没想到，这针头从她左手流入心脏，竟毫发无损的在她心脏里转了一圈，又流到她右手的静脉里去了，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呐！人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，把伊曼让他普通病房吧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啊！谢谢你啊，顺子。伊曼是你徒弟，但也是我同事啊，我应该的。我是谢谢你，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，都有无能为力的地方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吧。还打呀？和解呀，大哥，你不是一直想和解吗？来。旋转几轮，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。哎，2个辣椒够不够啊？够了，好，马上切完了。来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庆祝我今天顺利解除忌口。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自从做了阑尾手术之后，每天忍得有多辛苦。哟，一个菜一个盘子，哎，今儿轮到谁洗碗啊？当然是你。哦。静主任，你这是干啥呀？都在那。金主任，师傅，你怎么领着行李箱就过来了？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和你们一样呀。哎呀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饭做的挺香的嘛。我呀是新搬过来的房客，房租我都掏了。啥？对啊，这样更方便跟楚南交流医术呢。难道你们不欢迎我？欢迎！